家业手记全怪物攻略。首先是武器的选择，这里大家用最全能的被遗忘的信仰。这款武器攻击方式分普攻和蓄力两种，其中蓄力会消耗自身体力向前突刺，蓄力越久，突刺距离越远。另外，这款武器还有个主动技能格挡，成功格挡伤害可以进行一次反击，并且还可以瞬间恢复体力值。然后缄默的绅士这边，大多数时候只要不闹出动静，绅士是不会主动攻击的。如果在被其攻击的情况下，可以利用蓄力冲刺等快靠近的时候出击，基本3次分阵就可以击倒。不过大家需要注意体力条，如果蓄力没法拉开身距的话，或者第一段蓄力冲刺后没体力继续蓄力的话，是很容易被绅士贴脸打出大额伤害的。另外，绅士有个机制，就是绅士变身前，玩家可以有一次跟他交换东西的机会。然后下一个是失职的看守，俗称影子怪或者鹿头，两个攻击方式应该是一样的，区别就是蓝色这个的血条可能稍微厚些，以及踩中陷阱有几率将其召唤过来。如果实战中被其盯上，可以观察鹿头的攻击方式，如果他是在原地甩钩子，那么我们可以利用下蹲进行躲避，其他时候可以在他快靠近的时候利用蓄力冲刺打拉扯的进攻，但如果负重比较重无法拉开距离的话，就需要我们利用格挡反击了。不过这里需要注意格挡无法格挡钩子。然后鹿头其实并不难应付，比较麻烦的是跟贪婪的盗匪，也就是俗称的锤子哥一同打配合。锤子哥这边两个攻击方式是一样的，都是跳起来重击前方地面，绿色这个重击会有击倒的效果。然后锤子哥基本最多只需3刀，如果1刀就将其击倒的话，可能是期间锤子哥被坍塌砸过。再然后是无名布偶，俗称小布偶，在被其盯上的时候，如果长时间不搭理或者多次对其攻击的话，那么它将变成厄运替身，也就是俗称的大布偶。大布偶会进行蓄力冲刺和近距离跳跃重击，一般是2种攻击方式交错进行，其中蓄力会有较长的前摇，玩家可以就近找掩体，然后在其冲刺完后进行反击，正常要打个4-5下才能将其击倒。然后下一个是叹息球，俗称气球怪，一般只在固定区域出现，单个气球附身会持续造成伤害，如果2个气球附身会将我们牵气球，期间除非有同伴进行解救，不然牵气球期间我们是无法反制的，等差不多掉下来后，气球怪会自爆。然后单个气球怪附身后的位置是固定的，我们需要将视角朝向气球才能将其打掉，打掉后注意拉开距离，不然会被气球爆炸伤害波及。再然后是镜中回忆，镜子自身是没有攻击手段，但其每隔一段时间会生成一只鸟，这个鸟会一直追着玩家，如果不把镜子打碎的话，那么这鸟即便死亡也会每隔一段时间复活，只有我们将对应的镜子打碎，这镜子对应的鸟才算彻底死亡。最后就是笨拙的盗匪，俗称小矮人，基本就是2刀或者一个蓄满冲刺就可以击倒。以上这些怪物有些只会在部分难度中刷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